东家说这个鱼塘干了有20年，挖机在上面随便走，要不是我挖了这么深还没到底，我差点就信了。今天我们挖这个东家的爷爷，当时为了蓄水灌溉田地，自己一锄头一担子挑出来的鱼塘。据东家回忆啊，小时候感觉这个鱼塘很深，随着时间的推移，鱼塘越来越浅，堤坝也越来越窄，已经再也看不到当初的样子。今天喊我过来，必须要清理得干干净净，给它好点挖一挖，恢复成儿时的模样。话不多说，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说。下挖机的地方因为是新打的水泥路，我们垫些木板在上面，防止压出印子不好看。马路牙子这里我们也收点土过来，防止下去的时候给它压坏了。直接从旁边的地里面俯冲而下，开进鱼塘。东家还说这个鱼塘干了20年，随便走。我这一铲子下来呀，直接鱼塘里面插进去一个碗。东家的话还是不能信。鱼塘的堤坝非常的窄，想要关住水肯定不行，所以首先我们的任务先给它把堤坝加宽。堤坝加宽，我们选择加宽外面，这样才不会缩小原有的鱼塘面积。堤坝旁边有很多的橘子树碍事，本想直接铲除，东家说啊还想要，那我们就在旁边地里面挖一个碗，然后再把橘子树移栽过去，到时候他自己再撒点水，能不能活啊就看天意。我们挖一个碗就移栽一棵树，一路移栽过来啊，这一边需要加宽的位置就清理干净了。在太阳的照射下，橘子金灿灿的，我拍个视频留念一下。你这新买的手机拍的视频效果就是好，那你的旧手机是怎么治理的？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就打钱。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4，还卖了3000多，那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告诉你了这个好消息啊，我继续去干活了啊。加宽堤坝的地方，我们需要先刨一刨，刨松散，然后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给它碾压紧实。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能够让新土、老土相结合。再就是往底下深挖，要是有什么老鼠洞、蚂蚁洞，通通都可以挖了，防止漏水。人家跟我说啊，这边的堤坝漏水非常的严重，我听着就觉得很奇怪，这边怎么可能漏水？这边的地势还要高一些。东家也解释给我听了，说这里以前有棵大树，它的树根长得很长，就把这里戳穿了，后来树被风吹倒了，然后树根烂了，就有了一个洞，水就从这里流出去了。既然东家都说这里漏水啊，那我们就先把这边深挖2米多宽，挖的土堆放在一边，挖到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底下的土都是硬的，我们再刨一刨，刨完之后同样的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给它碾压，一层一层的做起来，中间压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挖一铲土，用土背给它用力的拍紧，这样应该就不会漏水了吧。这里先这样，我们去整外边的堤坝，以同样的手法把老堤坝挖掉，填一层土，然后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给它碾压起来。像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些杂草，我们都需要给它清理干净，要是埋在里面时间长了，它就会腐烂流个霭，导致漏水。可以看到啊，想要把堤坝加宽，需要很多的土来填。别看鱼塘表面晒干了，其实底下是泥巴。坝做好之后是需要打混凝土的，用泥巴做堤坝肯定不行，所以我们选择挖旁边这块地里面的土，这样既加大了鱼塘，又把垮掉的坡修复了，一举两得。有了土，我们继续加高堤坝，把老堤坝全部毁掉，再把土填到上面，一层一层反复的给它碾压做起来。随着我们不断的填土加高，一层一层的碾压，可以看到啊，堤坝就达到了原先的高度，但是只是这样肯定不行，还要继续加高。但是我们先不急，先把鱼塘里面的泥巴给清理出去，因为我们要把鱼塘里面的泥巴往这上面的这块地里面堆，要是把下面的干土挖了，再想把泥巴甩上去就困难了。你看，这就是东家所说的干了20年的鱼塘，你看这个底下还是稀泥巴。把能挖到的泥巴全部甩上来之后，我们需要把挖机开过去，把前面挖不到的泥巴转移一下。虽然我这只转了料卡软，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就是一点点够不到，必须要甩一下。我绝对不是磨阳光啊。你看这泥巴像德芙巧克力一样湿滑，虽然泥巴比较深，但是还好面积不大。
泥巴清理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这边的泥巴总算是全部转完了，我们把挖机开上来。这里刚准备去把泥巴往里面转一下，东家跑过来跟我说让我从这里给他修一条路下来，到时候他好开车下去把鱼拖出去卖。2个多脑壳挖掉之后，这里有条沟，如果说直接填土修路，就会把这条沟堵塞，肯定不行。稍微清理一下之后我们要给它埋上管子，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肥田所需要的土，我们就直接在地里面挖，到时候再用泥巴给它肥田就可以了。拍一拍，给它拍紧实，这条路我们就修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堆到地里面的泥巴往里面转一下，这样才有地方把下面的泥巴给它堆上来。我们继续把下面的泥巴全部给它清理上来，清理得干干净净，中间留的一些挡泥梗收一收，收过来全部甩上去，我们鱼塘里面的泥巴就清理得干干净净了。泥巴清理完之后，我们就继续可以挖土填高堤坝，但是在做堤坝之前呢，我们把这边修的坡给它烫一烫，搞漂亮，搞光滑。由于这边的坎比较高，这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个2级坡，坡下面我们留这么宽一个台阶不挖，其余的土我们就全部挖掉，往堤坝边上转，一边挖土，顺便在旁边修个坡，挖下去和鱼塘一样深就可以了。最后再把这些土堆到堤坝上，一层一层碾压加高。你看这鱼塘经过这么挖了之后，比原来他爷爷挖的还要深。土全部堆到堤坝上，把挖机开上来，我们站在上面对堤坝进行一个精修。先把堤坝的坡收一收，把坡面给它修平整，堤坝大致的形状整出来。堤坝形状有了，我们再把堤坝上面堆的一些土扫一扫，收一收，弄平整，最后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给它碾压，再对堤坝的坡反反复复精心拍打一番，使其更加的牢固紧实。因为是要打混凝土我们来来回回多拍打几遍。可以看到经过这么一拍，整个鱼塘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棒？但是这样还不是最终形态，整个坡面通通拍一遍之后，我们先把上面的冒石给它挖了，到时候好让舅舅过来打混凝土。把挖机开到鱼塘，堤坝我们还要往下面削一削，削出一个防滑灯的位置，这样挖过之后鱼塘会显得更加的深。削下来多的土我们收一收，全部给它挖到上面去。挖机开上来之后把上来的地方剩下的一点点土收一收，拍一拍，弄一弄，搞平整。这边剩下的一点冒石挖过来，最后再把堤坝上面来回碾压一次。今天这个鱼塘我们就挖完了。前面还有2只鸡要不要一场把它拍了，中午给炖了。堤坝另一边同样的也要给它拍一拍，拍紧实。中间压不到的地方我们就用铲斗拍一下，这样鱼塘我们就挖完了。当然还有一点点事没有搞完，就是堆在这上面的泥巴我们要给它平整一下，到时候东家好种洋芋、土豆、马铃薯。今天的工作我们就搞完了，看一下前后对比，你们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搞完收工，我们下期见。就很棒。今天在路边捡了一个鱼塘我们开挖机过来把它清理一下。首先我们站在马路上把能挖得到的泥巴转到马路的另一边。挨着马路这一边的泥巴清理完了之后我们就开进来，把这一边的泥巴转到橘子园里面。我们先把下去的地方这里的泥巴先转到右边左边有一个电杆不怎么好转，我们先转到右边。这里的泥巴清理完之后我们就挖点干土把下面垫一垫垫平了之后，我们就开下去继续清理泥巴。我一个马步向前挖机就下来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把池塘里面的泥巴转到橘子园里面。然后我们就这样一铲一铲转泥巴转完之后，我们就往前面开。清理完之后，我们就往前面开继续清理泥巴。
我们清理泥巴，清理到这前面之后啊，我们就把右边的坡顺便拍一拍。现在我们继续清理泥巴，清理回去。顺便把左边的坡也修一修啊，上面拍一拍，把这个坡度啊修大一点。我们就一边修坡啊，一边清理泥巴，就这样搞过去。你看啊，我这样往下面一挖啊，带点旋转啊，这旁边就成了一个坡。侧方位啊，给它拍一拍啊，修一修啊，你看这个坡啊，就给它搞紧了。很快啊，池塘里面的泥巴啊就清理得差不多了啊，只有最后右边这一点点泥巴。这点泥巴我们先不管啊，我们先把上来的坡啊修一修。拍一拍，扫一扫，左一扫啊，右一扫啊，然后再把上面堆的一点泥巴给它扫平。最后啊，角落里面这一堆泥巴啊，我们就开到路上，再把这个泥巴转到路的另一边啊，就可以了。把这一半的坡啊也扫一扫啊，修一修。这里的泥巴也清理完了啊，这个鱼塘就算是修整完毕。鱼塘清理好了，等下雨把水装满，我们再放鱼苗，就很棒。老板工作了一辈子啊，退休回到家乡，每天日子就过得比较清闲，没事就在家里面啊养花啊，种鱼。所以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把这个小鱼池修缮一下啊，再扩大一点。首先啊，我们把这里修一修啊，开到前面啊放水。老板这个手势啊，就是要我把这棵树啊摧毁掉。我们继续挖沟放水啊！你们说这个小鱼池里面啊有鱼没有？老板说这个池塘里面啊一条鱼都没有啊！我们把水放了之后啊，看看到底有没有。水放得差不多了，确实是一条鱼都没有看见。我们把泥巴推一推啊，把最后一点水啊挤出去。好像还是有鱼啊，但是并不多啊，也不是很大。
吃一顿啊，应该是够了。我们开过来，首先把泥巴啊清理到这一边。这一边啊，能挖得到的泥巴啊清理完了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一边的坡啊修一修啊，坡度修大一点。这外边低了一点啊，我们挖点土啊，把它筑起来。我们一边把外面加高啊，一边修坡啊，就这样修过去。经过我们挖土啊、筑高修坡，这外边一大圈堤坝啊，我们就修好了。我们再把最后这角落里的一点泥巴和土啊挖起来啊，挖到后面。这里挖得差不多了之后啊，我们就先开下去啊，把池塘里面的坡啊拍一拍。拍完之后，我们再把最后这一点点土挖起来啊，就可以收工了。退休了啊，回到家乡，没事就在家种点鱼，哎，就很棒。老板在外漂泊多年，今年终于回家过年。看着几年都没有回来住的房屋，老板决定啊，屋前屋后啊喊一个挖机过来修整一下。所以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啊，没有精神啊，老板说他想到什么啊就干什么。首先把门前这一条垮了的路啊填起来。我们把这棵树推掉之后，我们就开到下面啊，挖下面地里面的土田，在地里面啊挖一个鱼池啊，老板就是这样说的。下来之后，我们就把这些杂草扫到一边啊，这些树都啊挖一挖。我们现在开始挖鱼池啊，我们先把这个口填上。我刚准备开挖啊，老板就说啊，这里先不搞啊，先把他门前那块地弄一弄。那我们这里就先不挖啊，我们先把他门前这块地看怎么整一下。就是把地里面啊这一堆土啊给它挖起来啊，弄到旁边。这一堆土啊，应该就是上面的池塘啊，吃泥巴甩到这里了啊，只是现在干了。我们把这些土啊，就这样啊挖起来啊，甩到旁边。堆起来之后，我们再给它拍一拍啊，就像筑堤坝一样。最后啊，土弄起来之后啊，就是这个样子。这里搞完之后啊，路啊先不整啊，前面还要不知道怎么搞一下。这前面就是把这些垮了的土啊整一整啊，把后面填一填。
我们把旁边呢削成一个坡啊，多的土我们就把后面的空缺填起来。垮了的土啊，隆起来之后啊，就是这样啊，然后我们再给它拍一拍。这前面隆起来啊，拍完之后，我们再把这前面的地给它刨一刨。这上面有一棵树枝啊，长得不好看啊，我们给它修整一下。我们现在给它把地刨一刨啊，就这样刨过去。刨到这里之后啊，前面堆的土啊，我们也给它把坡拍一拍。前面这块地啊，终于整完了啊！我们现在开始在这里挖一个鱼池啊，挖的土就填在路上。老板已经给我们放了线啊，我们按照线挖啊就可以了。我问老板呢，这个鱼池挖多深啊？老板说只要能把上面的路填起来啊就可以了。如果只是把上面填起来啊，挖这么深呢，就应该差不多了。我问老板啊，这样深啊可不可以？老板说可以啊，他挖这个鱼池啊，他不是养鱼的啊，养鱼苗的啊，说这么深呢也应该差不多了。虽然说这个鱼池只有这么深啊，但是四周我们还是给它搞成一个坡，不然看起来就像一个坑啊，不像是一个鱼池。这一边啊，我们也削一削啊，削成一个坡。这一边啊，也一样啊，也给它弄成一个坡。这里也是一样啊，修成一个坡。虽然说这个鱼池啊很浅，但是它和鱼塘一样啊，该有的它都有。这里挖完之后啊，我们就开上去。开上来之后，我们先把土平一下，然后就开到房屋前面。房屋前面啊，不知道是要怎么整一下。房屋前面水泥地坪上面有一层土啊，老板的意思就是把这一层土给它挖走。我们先把上面的土收一收啊，然后一扫，哎，就可以了。多的土我们就往后面转，把后面有空缺的地方啊填起来。前面弄完之后，我们现在就从这里啊修路就修过去啊，旁边填的土我们就给它拍一拍。我们把路的边上啊多的土啊收一收啊，然后就拍一拍。再把路上填的土啊拍一拍啊，又这样啊修回去。这样啊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我们开过去啊，最前面好像还要修一下。
这前面啊比较好弄啊，只要把高的地方啊收一收，再给它扫平啊就可以了。最后再把这里一点点扫平，老板房屋前面啊就基本上就可以了。下一期啊我们整老板房屋后面啊挖竹根。今天就结束了啊，我们下期见。哎，就很棒。几年没有回家，今年回家过年，发现房屋后面长满了竹子。老板自己动手把竹子自己砍掉了啊，但是这个地里面的竹根啊，他没有办法，所以啊，我开着挖机过来了。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啊，把地里面的竹根刨出来，然后就是把旁边这一大堆土给它人平。我要怎么样啊才能把这些竹根清理出来？首先啊，我们先把地刨一刨，把竹根刨起来啊，我们先刨一遍。你们看这个竹根啊，基本上在地里面长满了。竹根刨起来之后，上面还连了很多土啊，我们用铲这样推一推，把竹根上面的土弄下来。然后我们就把竹根啊梳到一堆，然后再把竹根转到后面啊。这一边的竹根还没有清理很干净啊，我们先放在一边。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先把这一边清理一遍。竹根挖起来之后，我们就往后面收啊，往后面转。你们看啊，这个竹根挖起来啊，这么一大堆。这样啊，基本上就清理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些比较小的竹根啊，老板自己捡一捡。我们现在开过去啊，把旁边这一大堆土给它人平。这上面也有很多竹根啊，我们甩土的时候把这些竹根给它清理出来啊，老板会捡到一边。这里的竹根啊，我都给它刨了出来啊，但是上面都没有看到一个竹笋。我们一边转土的同时啊，一边把这里收平。这一边啊就先这样啊，我们现在去把另一边的土也给它人平。同样的挖土往后面转，上面的竹根就给老板清理到一边啊，老板自己捡。后面这一大堆土我们已经给它摊开了啊，最后只要收一收啊，扫一扫啊，把这里给它弄平啊就可以了。经过我们的扫一扫啊，收一收啊，老板这后面就基本上就可以了。上一期我们清理了老板房屋前面，这一期我们清理了房屋后面这些竹根。屋前屋后啊，清理之后亮堂了很多啊，也宽敞了很多。到时候啊，后面种一些茶树啊，来年吃茶油。今天的节目啊结束了，哎，就很棒。